你怎么保持6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40多岁呀？具体的答案应该是我不知道。我的大原则就是说，除非有应酬，我都只吃食物。我自己都很惊讶的实例就是，病人他有20年的时间完全不碰油，他就开始皮肤溃烂，看遍了所有的医生。那有一次就听我的节目讲说，你需要油脂，不见得是毒药，反而对你说不定是治疗的东西。然后吃了1个礼拜之后，就发现他的皮肤变好。胡展王开讲了，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这一集要和你分享60岁看起来像40岁，抗老秘诀大公开；2没时间运动，2种运动在家轻松做；3超级食物更营养，真正的好食物是它；4现代人最缺2种营养，不足就怕代谢差；5高年级生脂肪肝211餐盘怎么吃？各位粉丝还记得我在糖尿病那一集里面讲过211餐盘吧？很多朋友都试过，他说反应很好。所以呢，这一集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他是让211餐盘在台湾红翻天的重要推手宋晏仁宋医师，欢迎宋医师。大家好，我是宋晏仁宋医师。宋医生，我们的小编啊，他说在社群频道上面做了一个市调啊，他说发现粉丝们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保持6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40多岁呀？具体的答案应该是我不知道。真好。简单的说，我觉得应该跟我的日常生活还是有关的哈。我觉得，最重要的方法应该就是说饮食、生活、睡眠、运动，再加上心情。我想这些点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等等，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想这个日常生活应该是最重要哈。比如说我的大原则就是说，除非有应酬，我都只吃原型食物。但是问题是，应酬很多吗？我应酬其实真的讲起来不多，因为我现在自己掌握我自己的行程嘛啊。那我现在当院长，是我说不要有应酬，大概就不会有应酬。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去吃应该有的食物。那现在就来谈早餐、午餐、晚餐等等食物的营养原则好了啊。什么食物要少吃或不吃？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加工食物尽量不要吃。所以我常常就跟人家讲，原型的食物尽量吃原型食物。你在外面只要是看到盒装、袋装、桶装、罐装、瓶装，尽量少碰。你最好是看得到食物形状、原始形状的东西，距离食物原始形状越远的东西越不吃。比如说蔬菜剁成泥，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自己剁的。对，你自己切的 OK， 你买回来自己切的 OK。绞肉绞成这样，比如说肉丸、贡丸这些东西，它怎么做的？来源不一，这种东西我通常不吃。所以这些原则，大原则我就是说，只要我看不到形状的，我尽量不吃。所以我出去外面点菜，比如说我去自助餐，我尽量点白斩鸡。那是烹调最少的鸡肉，对吧？那我尽量就是说，我夹大块的肉的话，我就夹这个卤肉那一整块的卤肉。那鱼的话，我就吃整块的鱼。我尽量不去点那个什么醋溜鱼片啊、糖醋排骨啊，这个什么丝瓜肉啊，或者是酱瓜牛肉啊，这个我都不吃。你早餐、中餐跟晚餐，你吃的方法或吃的原则是怎么样？我的原则其实都一样啊，就是大概以211，就是你听到211餐盘的概念。每一餐都是这样。我每一餐都是抓这个原则。很多人就觉得说，早餐也211吗？我说对啊，有什么问题吗？就211的概念基本上就是2份的蔬菜啊，或者说2个比例的蔬菜，1个比例的蛋白质，是1个比例的碳水。那很多人觉得说，那你一定要用盘子装吗？基本上我不太需要，早期我是需要盘子装的啊，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就211的原则贯穿我的3餐。那很多人问我说：“那你如果没有盘子，你怎么知道你抓的是211？”习惯了之后就知道。习惯对啊。那您平常运动怎么样做呢？好，我的运动现在量比以前大了，因为我现在体能比较好。那另外就是因为我最近要备赛，所以我现在主要的运动是我每天都会骑脚踏车。但是我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大巨量运动的时候，我大概至少会做出门前我会做
3个动作。怪不得保持这么好啊！其实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更好啊。那我会做伏地挺身，那我的伏地挺身的原则是这样：我早餐出门前，因为大概都会有15分钟左右时间，我大概就做30个伏地挺身。好厉害啊！然后我做一个大角度的深蹲，我以前只是做那种一般人讲的深蹲，后来我发现其实大角度的深蹲有点像台式蹲，一路蹲到底，慢慢起来，我就数1、2、3、4、5、6、7、8、9、10，我这样也是做30个。接下来我就做一个也是很简单的仰卧起坐，我就把脚做曲起来。那仰卧起坐有很多人哇要做得很快的，我没有，我就其实就趴上来，对，下去。这个就是我们神经学上讲的叫做这个等长收缩，长一点时间。对，哎，所以对我们这样讲来讲，其实我早上这样子做了3个简单的运动之后，基本上精神都很好。我还有一个小运动秘诀啊，这个常常很多人就觉得我是怪胎，我常常在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我会故意等最后大概6秒的时候，然后要冲过去。是开车冲啊！那种就是跑步冲过去，我把这个东西叫做高强度间歇性运动，对吧？你比如走路，这都是慢的动作，对不对？对。那你很难有那种快动作。您的这个休息啊，你有多少时间的休息啊？这又要做运动，又要这个做拍节目，又要看诊等等。是我的休息，睡眠当然就是固定，我晚上大概我睡得比较晚啊，我其实这个人爱拖，我常常拖到半夜才睡。虽然我不劝人家半夜前睡，但我自己大概在半夜以后才睡，常常1点多才睡。但是我是固定7点20分一定起来。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大概有10年之久啊，甚至超过10年。所以我大概7点20分，即使没闹钟我也会醒过来。好，那你这样子，你休息的时间这么短哈，就是睡眠的时间这么短，那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休息呢？例如说，站在车上或坐在车上怎么样子休息之类的。问得很好，这个也是我后来抓空休息。我认为说一定要抓空休息，所以我一抓空怎么休息？比如说我搭捷运的时候，讲起来都很好笑。假如我那天比较累，我就在那边开始进行我的捷运打坐，我手摸着，我都可以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因为打坐其实有一些口诀，像比如说这个超绝静坐，你只要念一些口诀，念，其实很快就进入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捷运的那个15分钟，我也可以打坐。虽然不是打坐哈，那以前我在学禅学的时候。我以为打禅一定要坐着禅，他才知道，我后来知道还有行禅，走路也可以打禅，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有禅的动作。所以我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时间。我后来搭比如说 Uber， 我上 Uber 的时候，我上 Uber 讲完我要去的地方之后，我一定就把手放下来，就开始在车上就打禅了。这样子的健康生活倒是蛮规律的哈，这个算是很棒的啊。是啊。那么不过我们有一些粉丝他说啊，压力大了。他就会暴饮暴食，那你平常是怎么样来管理你的压力？管理你的压力呀，还有你的情绪呀等等。我觉得打坐对我帮忙很大。那保持一个正向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方式。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正向心态。这话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你就说正向，什么叫正向？很多人说我要正向，然后呢，正向的概念就是说，反正它不是你的，没有也没关系。这是我对于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这有点像佛学讲的，就是什么东西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我跟人怎么也争不来，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对。那么活得开心啊，心态要心态正向，那么你会发现呢，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像我呢自己也是平常有打坐啊，是每天都可以做一段时间。那这其实做这样子沉淀一下自己的这种情绪是很好的，是尤其工作繁忙的里面。对，我觉得其实你如果真的中间有一个空档，5分钟也好，眼睛不一定要闭起来，其实就是什么也不要想，你就光看着窗外。其实我很主张大家要看窗外啊，现在很多人睡不好，常常就是白天看的光线不够，你只看到灯光，你没有看到日光，所以你可以往窗外看。这5分钟你什么也不要想，就看着车来车往，脑筋就是一个休息的。是的。我看宋医师的这个就是看一个报道啊，说你常常这个骑脚踏车跟着。假如说自己在家里面骑这种固定式的这种脚踏车的话，我想大概也可以一样的静坐一下的那个感觉嘛。我觉得很好。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脚踏车？尤其是固定式脚踏车。在家里坐脚踏车有个好处，第一个安全，是你绝对不会有出去骑脚踏车被人撞到的危险。第二个呢，如果是你买一个好的训练台，他把这个 program 帮你训练好之后。强度它可以帮你调节，甚至于呢，你还可以选场景。比如说我要选太平山，我就可以在上面选太平山；
我要环发赛，我就可以点环发赛。所以我其实那个场景，我就可以到各处去。我今天想要骑多少个？那我今天如果没有时间，我可以选时间长短，比如说我今天只有40分钟，我就选40分钟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这么高强度的训练，这个脚踏车的训练是一个非常方便有效的方法。那我觉得。一般人如果说你要在家里达到一个好的运动效果，你又会觉得说自己跑不远啊，又不想在外面跑啊，你在家里其实方便的地方就是你运动完立刻就可以去洗澡。那假如说啊，现在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时间，例如说真的这个非常忙碌，那你建议他们怎么样子做，在家里面做一些简单运动啊，或者这个人年纪比较大了，那怎么做这些运动？你建议怎么样？我建议这几个动作，这也是我在过去几年来一直都会去推广的。在我那个211书上，我提了一个动作叫做尼亚运动。我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尼亚的老师，他最近在视频上播放了一段，他之前就一直传给我，他叫做 chair Nia， 在椅子上也可以做尼亚，他这些动作就是这样子做，有音乐来。就这样子，是啊，所以其实假如说今天在办公桌你没事，桌上摆个东西，你开会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动，这就是桌上以上的尼亚都可以做。那除了这以外还有没有？还有一个是我最近在推的，叫做核心超慢跑，这是徐东英许教练的推的东西。那我当初看到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真是惊艳！对于很多的年纪稍微长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运动。啊，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找这个徐东英徐教练。而且我也觉得这个超慢跑是蛮不错的一个运动。是。这样子跑呢，因为它是以180的这个速度，那这样子脚呢不会抬得太高，也不会放得太低，然后又得到了很好的运动。是。很多人觉得180太好像太快，滴到。对。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很无聊，可是我觉得徐教练很概念就很好。你可以边看电视边跑啊，怎么会无聊，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一点也不浪费时间，反而是我们坐在那边看电视很浪费时间。以上这宋医师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试试看其中的一种啊？我想大家都有帮助，是吧？我们再聊一下啊，食物的营养。不知道哪些营养呢是你比较喜欢的，例如蓝莓呀、什么鲑鱼啊，或花生米啊，或什么东西？那我觉得比较好的食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原型食物，我个人特别喜欢。鲑鱼，青鱼，捕鱼，这3个是我们家最常见的3种鱼类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好的食物。至于您刚刚提到的蓝莓，我觉得是在我们很多碳水化合物里面，在我的诊所里面，我最推广的就是这些浆果类的浆果类的水果。假如你的碳水化合物你不敢吃太多，或者你现在有糖尿病，怕血糖升高，浆果是一个甜度够，让你可以满足甜的感觉。但是它的糖含量不高，不会让你暴升糖，尤其对血糖是非常温和的一个。是的哈，那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超级食物对你来说？真正的营养专家都会跟你讲说 ，There's no superfood， 没有这种超级食物。所以我也认为，我也同意，没有超级食物，适合你的食物，对你会健康的食物就是好食物，这就是营养，就是营养。对。那有些人对某些食物就是不合，比如说我女儿吃了凤梨之后嘴巴就肿起来，那你跟她讲说凤梨是对你好的吗？对她就绝对不是好。有凤梨酵素，有这个帮助消化呀，对不对？对某些人是好，可是你会过敏的就不好。可是假如说他吃的是果汁呢？好，果汁就碰到我的禁忌了哈。对。我以前真的我也觉得果汁就是现榨果汁很好。对。当我知道果汁把所有真正好的东西都破掉之后，我认为果汁是毒药。所以很对，别人认为的好的食物，也许是你的良药，可是对你很可能是毒药。所以尤其是果汁，我现在其实相当反对吃果汁。好好的水果你不吃，把它榨成汁之后，这个真的是好东西都不见了，剩下就是糖水。对了，因为我们吃果汁呢，例如说你本来只能吃1颗橘子，现在呢你可以吃4颗橘子。是，也 overeat。那根据你的经验或者是根据你的观察现代人最缺乏的是哪些营养呢？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营养是2个，可能会打破很多人的跌破很多人的眼镜。第一个，好的蛋白质；第二个，好的油脂。那原因缺少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讲说，蛋白质有所谓的必需氨基酸。我们体内有些氨基酸，至少有8种氨基酸，我们是不能够合成的。所以你如果蛋白质吃太少，你的必需氨基酸一定会缺乏。第二个是必需脂肪酸，比如这2个生物化学上面我们一定要摄取的东西。所以你完全说我要吃到无油，完全不吃油这种想法，一定会出问题。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这个实例是我自己都很惊讶的实例，是病人从美国飞到台湾来挂我的号跟我讲的经验。
因为呢，他过去就是很怕吃油，所以他有20年的时间完全不碰油，所有东西都用水煮，只要有油他都能剔掉。结果从某年某月开始，他就开始皮肤溃烂，看遍了所有的医生，自体免疫啊，这种皮肤的切片啊，什么都做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有一次就听我的节目讲说，你需要油脂，五花肉不见得是毒药，反而对你说不定是治疗的东西。他就姑且信之，他就吃了一下五花肉。然后吃了1个礼拜之后，就发现他的皮肤变好了。这就是我下来要问的问题。然后他怎么做？他说他就觉得很怪。对呀，他就把五花肉剔掉，他又再吃回他原来的那个无脂肪的食物，又回来了。对，他那个病回来之后，他说那我不信邪，我再把这个五花肉吃回去，吃了又好了。他就买了票从美国飞到台湾来挂我的门诊，然后跟我门诊就跟我讲这个故事。我说那现在我怎么帮你吗？他说我好了。我说你手好了，他说好了。我说那我现在要治疗什么？你不用治疗。我说那你挂我号干嘛？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个故事。谢谢我真的觉得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回来就为了讲这个，因为还没有付你的钱，是不是？对。推荐几个好的蛋白质食物以及好的优质食物。我其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先讲一个大原则：任何原型的蛋白质里面一定带有油脂。你可以举个例子，猪肉、鱼肉、鸭肉，甚至讲说大豆。所以你不管是植物性的蛋白质或者动物性蛋白质，只要是原型的蛋白质，一定有好的蛋白质跟好的油脂。所以我刚刚举的例子，你吃猪肉也没问题，鸡肉也没有问题，鱼肉也没有问题，大豆也没有问题，甚至你吃坚果也没有问题，坚果里面也有含蛋白质。所以你只要吃这些天然的具有蛋白质的食物，它就具有天然的好油脂。所以答案很简单，就是选择天然的好的蛋白质食材，一定会有好的油脂。那我们饮食上面常常会踩到一些地雷哈，或者是哪些营养素啊，是我们现在的人吃的特别不对的、特别多的。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我会打死路面上很多的商店啊！现在你走在路上看到的那些烘焙店、这个便利店里面卖的东西，毒品居多，我都把它称为毒品店。现代人其实吃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精致的糖、精致的淀粉，大概里面卖的盒装、罐装、瓶装、袋装的东西。大概都是这些精致的糖，对，这就是现在我认为的毒品。好，今天啊很难得啊，有机会跟宋医师对谈。我的小编啊，他收集了粉丝们的一些个有关211餐盘他的所遇到的问题，特别要想请教你。第一个像我们这个已经超过60岁啊的这些人啊，那么他们的这个肉类摄取是。你要吃下去就不容易消化，那么他们吃211的比例呢，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原则上我认为不太需要调整啊，就是按照你的需求，你如果摄取量不是很大，你就整体缩小。整体缩小。对，那你觉得你可以摄取多一点就摄取多一点啊。那重点比较大的问题是很多老人家咬不动肉类。对，咬不动了啊。那我会觉得说，假如你真的咬不动，你可以把它稍微先做一些处理，切碎。你不要买人家切好做好的肉丸子，你买原来的肉拿回来自己切。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就是说，如果在你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要多练习咀嚼。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包括我们现在在病房里面看到老人家会有所谓的吸入性肺炎，常常都是口腔的功能不好。我今天早上做广播的时候，才有人问我吸入性肺炎怎么办？对，吸入性肺炎其实最好的治疗，当它康复之后了，当然肺炎的时候，当然还是要治疗肺炎。出来之后，很多的治疗叫做咀嚼训练。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在西医叫做语言训练呢，叫 speech therapy， 主要就是训练你口腔的动作。但你光是讲话，其实那个力度是不够的。你今天买个东西来咀嚼，所以我最近我自己我还常常买口香糖，无糖口香糖来咬，因为我觉得这个咬腻之后发现我前一阵子也是因为不太想讲话，因为我觉得我嗓子老了，我想起少讲的话就能少讲，结果发现我越少讲话。我的嘴巴那个咬合越差，我每次讲话常会吃螺丝。我觉得我最近开始咀嚼之后，开始咬口香糖之后，我比较健谈。这个还有咬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摸摸看这个地方，当你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在动，这个地方动，其实它里面带的是什么东西？脑袋里面的什么哪一个 apparatus？ 就是大脑嘛。对，大脑里面的海马回跟我们的 short-term memory。
就是很有关系。对，跟这个有关系。你再去训练你的 short-term memory 的话呢，对，哇，那真是老年人要痴呆都难。是咀嚼，其实后来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咀嚼虽然不是很多研究，但是我相信这个研究应该会开始被大家重视，因为失智症变成一个大家很重视的问题。对，是能够什么样的方法来预防失智？现在大部分都认为运动很好，但是什么样的运动最好？大肢体的运动，小部分的嘴巴的运动也很好。好，那这样子啊，通常需要多久才能够像您用这个所谓的211餐盘？您的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病例啊，他们都说是在多久的时间，例如2个月、3个月，可以把这个糖化血色素或者是血糖啊，就给降低下来。我们有好多个病人来的时候血糖是300、400，我们开始请他就是第一个检查他的食物内容。我就请他是按照我们的吃法，他回去自己量，他就带一个连续血糖计回去，他立刻就打电话跟我们讲说，你这血糖计有没有问题啊？因为他看着血糖就不会动。我说看起来怪怪，你自己扎呢？他说扎起来差不多。我说差不多那就是对的啊。所以他来的时候，比如糖化血素是11.2好了，有的时候回来一量，我帮他算这个血糖，居然只有6点多。我甚至有一次在厕所里面，因为我们的厕所是男女生共用的友善厕所嘛，我们的病人刚好是女病人，我刚好在上厕所就听到她进来跟另外一个病友讲，她说我上礼拜来的时候还是300、400，我这礼拜开始要担心低血糖，就是他才1个礼拜的时间，就是把饮食稍微调一下，血糖就天差地远。那这样子血糖低了的话，它一定因为我们没有用很强的药物。对。我只是把它食物一改变，所以他自己身体会调节。只是因为他没有吃这么多会让血糖一直持续升高的食物之后，那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他所谓的低血糖，第一个他回来讲说，我看明明血糖那么低，可是我没有饿啊，没有盗汗啊。那我看了一下他的数字，60几，我说60几其实不是低血糖，他60几还不是低血糖，我说60几是正常血糖的范围啊。那只是以前没有习惯过这么低。所以他就开始习惯了，所以我那个病人后来很快的在我们这边做完一个疗程就回到健保。那这样的病例有多少？多啊，真的是多到我自己都算不清楚。所以我现在信手拈来就可以至少选上10个人。哇，这样的已经很 popular 了啊。对非常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想也可以建议我的病人也来做个所谓的这个211餐盘。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我想宋医师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是吧？那么说不定有一些病人我可以 forward 到这边来的。欢迎！我们这边饮食的方法其实可以。其实有很多人啊，都是看了书之后，然后才到我的门诊来挂号跟我说。我病好了，谢谢你了，谢谢你，就这样来，谢谢我。那这个刚讲的是211餐盘啊，有的肾脏病啊，或者是这个血脂肪过高的，或者是脂肪肝或者肝硬化的这样的病人，那他可不可以使用这个211餐盘呢？大原则是可以，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还是要注意啊，比如说肾脏病，这个因为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我们用肾功能啊，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对。现在在临床上测的叫做 eGFR， 就是估计的。肾丝球过滤率基本上是用你的肌酸酐去反推。对。那我们会有分成好几个期嘛，比如说第1期是比如说90以上，然后60以上是第2期，60以下就开始进入第3期了。那45以上到30之间，我们都是第3期的肾脏病。30以下到15大概就是4期，15以下就是末期嘛，对不对？那这个30以上的人，只要是在3期以上，其实都没什么问题。211即使是临床上面也不会特别限制，所以这是第一个。脂肪肝的人，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我们诊所，其实我们常讲说，减重我不见得绝对让你把握说可以减多少，但是你只要是脂肪肝，你用211的餐盘的饮食法，我几乎都有把握，脂肪肝一定会减到。太棒了！对，所以减这没问题。肝硬化就问题大一点了哈，因为肝硬化等于说肝脏的功能已经相当程度的消失，所以它的饮食限制的比较多，蛋白质类的食物可能要摄取少一点，因为它没有办法代谢这么多的带有氨的东西，所以肝硬化的问题很可能就不太适合直接用211，最好还是找专科的医师来处理。那最后我想请问宋医师对，你觉得健康？这个像 WHO 所说的这个健康的定义对您来说，它是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健康的这个范畴啊 ？WHO 是一个很高远的健康定义他说健康不只是我们身体生理的没有病痛而已，而是要达到我们身心灵以及全民的 wellness，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高远，我觉得有点好高骛远。我们回到自己的概念，基本上健康就是一个让你能够无病无痛、快乐欣喜，
所以其实应该包括我们的身体的舒适感，包括我们肢体能够活动，还要包括我们心情的愉悦、安全以及满足。是好。那今天呢，我想谢谢我们的宋医师啊，跟我来做这个访谈。那么宋医师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推这个211以后呢，发现到他自己身心都觉得非常快乐了。我想他的病人也一定很快乐。那么，假如说有机会的话，来宋医师的初日诊所的门诊，他的信息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影片底下请大家可以点上去看一看。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欢迎分享影片或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给我们支持，大家谢谢。